你有看过小美人鱼吗？由这部经典动画改编成的真人版电影最近即将上映了，但是片中的主角并不是我们熟悉的红发蓝眼白皮肤，而是找来了非裔演员来饰演。而这样子的改变呢，也引发了一番关于政治正确的论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迪士尼真人版选角争议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自从去年迪士尼官方发布了小美人鱼真人版预告片之后，就引来了大量的批评。很多网友认为真人版的女主角跟动画版的艾丽儿差距太大，根本不符合原作，因此纷纷到相关的社群贴文上面留言呢 ，Not my Ariel， 更扬言要抵制这部电影。其实除了小美人鱼之外呢，近几年迪士尼其他部的真人版电影当中，也有不少在动画原作当中的白人角色，改由其他的族裔的演员来饰演。像是明年要上映的白雪公主，也颠覆了主角肌肤白皙的设定，找来了拉丁裔的演员饰演。而迪士尼这样的做法就引发了两极化的评价，有人称赞呢这是多元进步打框架的尝试，但也有人批评这根本是政治正确过头，把大家的童年经典都改得面目全非。那到底迪士尼干嘛要这样的选角？反对跟支持的意见各自都说了些什么呢？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到工商服务时间。有想过 ChatGPT 或是 Midjourney 背后需要多大的运算能力吗？你有听过强悍但节能的 ARM 架构处理器吗？如果你对最先进的运算技术感兴趣，千万别错过 ARM 执行长 Rene Haas 即将在5月29日于台北君悦酒店带来的精彩演讲。执行长将深入的探讨当下热门的科技趋势，以及分享 ARM 是如何兼顾最高效能与最佳效率，突破复杂的技术挑战，建构一个全球运算平台。如果你是科技产业的工程师与软体开发者，或者是对于最新科技趋势有兴趣的朋友，都非常的适合来参加这场盛会。除了能够与 ARM 建立联系，现场还备有精致的茶点，全程参加者呢还有机会抽中 Apple Watch Ultra 哦。那由于是现场演讲座位有限，马上点击下方的链接免费报名参加吧。迪士尼今年刚好是成立第100年哦，他们当初就是靠着卡通动画片起家，主要的观众呢就是小孩还有家长，所以一大段时间以来都维持着重视家庭价值相对保守的形象。不过随着社会的观念改变，很多早年的迪士尼作品改到现在看呢，就被认为隐含着歧视的价值观。在早期的动画里面有正派主角清一色是白人，像是前5位的迪士尼公主就都是白人，而且就算是动物角色呢，也会带有明显的白人口音。而相对的其他族裔的角色呢，多半都是反派啊，或者是丑角，而且呈现的方式也被认为非常的刻板跟歧视。小肥羊当中就有一只由白人配音却带有浓厚黑人口音的乌鸦角色，不仅行为举止呈现出了对黑人的刻板印象，名字还直接叫做 Jim Crow， 也就是呢当时美国种族隔离法的别称。那虽然从90年代起，迪士尼就开始拓展主角的族裔，甚至一连出现了3位不是白人的迪士尼公主，但是这些作品呢，还是被批评充满着偏见跟歧视，而且非常的白人中心。比如阿拉丁里面的角色呢，虽然都是阿拉伯裔哦，但却只有反派讲话有阿拉伯的口音。而改编自真实故事的《风中奇缘》更是被批评是美化殖民历史，把欧洲人屠杀美洲原住民的残暴事迹改编成浪漫的爱情故事。那随着近年多元意识抬头，迪士尼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迪士尼从2005年 Bob Iger 出任 CEO 开始，就更积极的经营进步形象，强调会在职场环境还有作品的呈现上面实现多元包容。他们在官网上面还特别加了多元与包容页面，定期公布迪士尼员工跟内容创作者的族裔还有性别比例。此外，迪士尼乐园也从2007年改变政策，开放同性恋情侣参加迪士尼童话婚礼行程，更预计在明年推出非裔迪士尼公主蒂安娜的主题设施。而至于作品呈现方面呢，单就华特迪士尼动画工作室近10部的动画长片当中，就有3部是在阐述少数族裔的故事。而去年推出的《奇异冒险》，主角不仅来自多种族背景，更是迪士尼史上呢第1位同性恋主角。还有迪士尼旗下的皮克斯啊、漫威也推出了不少体现多元价值的作品，例如美国首部非裔超级英雄片《黑豹》，从主角啊到制作团队都是非裔，故事跟呈现方式也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而至于迪士尼近年的动画真人版电影，也同样出现了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
本来迪士尼其实很少拍真人版，但2010年发想自《爱丽丝梦游仙境》的《魔镜梦游》横扫10亿美元票房之后，迪士尼就看到了真人化的商机，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一口气推出了12部的真人版电影。最开始的几部真人版呢，并没有特别纳入多元种族的状况，白人角色基本上还是由白人饰演。但后来随着 BLM 等等的平权运动兴起，迪士尼也开始更注重真人版电影的多元化。像是灰姑娘、木偶奇遇记、小飞侠的真人版呢，就把几名原本设定是白人的配角交给非裔演员饰演，而小美人鱼和明年要上映的白雪公主真人版更直接把白人的主角改成其他的族裔。在小美人鱼里面饰演主角艾丽儿的演员就说过，他希望透过这部作品传达出人人都能是公主的精神。白雪公主的导演呢也表示，他这样的选角就是想要翻转童话的刻板印象。但是这样子多元化的尝试却激起了两极化的意见。以最近要上映的小美人鱼来说，就有很多的网友针对艾丽儿变黑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首先，很多反对者的意见是认为真人版应该要忠于原作。他们觉得，既然电影预告当中都唱起了动画当中的经典歌曲，明显是要吸引老粉丝上门，那就应该要好好的还原，而不是乱改主角的外貌，破坏大家的童年回忆。很多人也强调，他们不是要歧视黑人，只是觉得这样子改编呢，就只是为了迎合政治正确，根本没有意义，也不合理。因为小美人鱼呢是丹麦的故事，而且人鱼常年生活在深海里面，不太可能会有深色的皮肤。他们还批评如果真的要追求多元，那就应该要为各个族裔创造属于他们的新故事。像现在这个样子在改编经典的时候，单纯帮主角换个肤色，是粗暴又偷懒的做法，感觉就只是想要靠着怀旧感吸睛的同时呢，顺便打出多元的旗帜。另外，也有网友表示这样子一味的追求政治正确，可能反而会抹杀掉原作的多元性。之前在真人版的花木兰上面就发生过这样子的问题。当时迪士尼因为担心花木兰跟上司李翔的感情线会有权势性骚扰的解读，而干脆把李翔这个角色删掉了。但这样子一来呢，李翔爱上女扮男装的花木兰的这个桥段也不见了，等于是把原作当中充满解读空间的多元形象元素也一起拿掉了。那就有人认为这样子反而变得比原作更不多元。不过呢，也有另外一批网友力挺小美人鱼真人版。很多支持的意见认为现在这个新版的小美人鱼是属于新世代孩子们的童年经典。许多少数族裔的父母也拍下了小孩看到预告片时欣喜若狂的反应。很多人就表示这些影片显示出呢，这次真人版选角最大的意义就是告诉所有的孩子，不管你是什么肤色，都可以是受人爱戴的公主。另外，还有一些支持者是站在创作自由的角度，认为改编本来就不需要被原著的设定绑架。更何况，如果真的要忠于原作，那么改编自这个安徒生原著的动画版也站不住脚，因为原著当中的主角根本不叫做艾丽儿，事实上她连名字都没有，更没有像动画那样子跟王子相爱，而是失恋然后化成泡沫。甚至安徒生创作其实也是改编自民间传说，那这样追究下去根本没完没了。他们认为改编的意义呢，就是用原作的这个精髓去提出新的版本，而这个故事的精髓是主角勇敢的跨越界限的精神，而不是他的白皮肤。那既然人鱼是虚构生物照理来说呢，什么肤色都很合理，没有道理是黑人就不能够演。他们也强调，提出新的版本不会破坏经典，而是会延续经典。毕竟这种经典童话之所以能够历久不衰就是因为它在不同的时代都能够与时俱进，用新的方式继续的被讲述下去。这几年，好莱坞掀起了一波转型潮，几乎每个单位、每家公司都开始推行多元包容的改革政策。那改革面临正反意见，虽然是在所难免但迪士尼在这个过程当中，却常常因为走中间路线而搞得进步跟保守两派的人都不太满意。像是去年呢，美国佛罗里达州打算立法禁止公立学校向低年级学生教授有关性倾向、性别认同内容，当时就有很多的大企业跟名人出面反对。但是在佛州呢，有一间大型的乐园还有超过7万名员工的迪士尼却拒绝表态，试图在争议当中维持中立。但高层的沉默反而引火上身，引发了一批迪士尼员工集体罢工抗议，还爆料高层会删除动画当中的 LGBTQ 的桥段。接着呢，网络上面就出现了一波抵制迪士尼的声浪，甚至还让迪士尼的股价一度暴跌。不久之后，迪士尼高层就出面道歉，也表明反对法案的立场，试图平息众怒。但这么做呢，又换保守派不开心马上就有民间的团体上街抗议，呼吁抵制迪士尼。迪士尼还疑似因为这件事情被保守派的州长报复，失去了佛州迪士尼乐园的自治权，还有租税优惠。有分析就指出，这个案例呢，显示出迪士尼在改革时的摇摆立场跟两难的处境。不过，在这个法案争议过后呢，曾经大力推动迪士尼改革的 Bob Iger 也回国担任 CEO。迪士尼接下来会
怎么样度过这一波好莱坞转型潮，就有待后续再观察了。去年小美人鱼真人版预告发布的时候呢，我们有做过一支 short 介绍过这个争议哦。当时有一位网友的留言说到，动画版的小美人鱼永远是属于那个年代的作品。那我们在这次查资料的时候呢，也有一种感觉哦，就是之前2个版本的小美人鱼好像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反映出了创作当下的时代背景，而人们对于那些作品的解读，也好像是在替那个时代下注脚一样，让这些作品变成了另外一种另类的历史记录。比如安徒生19世纪创作的美人鱼，剧情更聚焦在人鱼跟人的隔阂，主角不仅要放弃原本的身体，失去声音，还要承受刀割般的痛苦，才能够踏进人类社会。但故事最后还是以悲剧收场。这呢，或许也反映了当时社会阶级分明难以打破的状况。而到了迪士尼1989年的动画版，花了更多的篇幅在描写女主角不顾父亲的反对，主动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最后也成功的获得了爱情跟父亲的理解。那有人就认为哦，这反映出20世纪末女性地位提升，拥有更多自主权的状况。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其实是会有点好奇哦，新版的小美人鱼打算怎么样重新诠释这个故事，会不会也像前2版一样，替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一些另类的记录呢？那当然，这部电影还没有上映哦，到底拍成怎么样子还不好说，所以目前呢是决定持保留态度，等到电影上映之后看看评价再说吧。好的，那最后呢，想来问大家哦，你会想要看迪士尼的小美人鱼真人版吗？完全不想要翻拍，就是要符合原著，无法接受现在这个艾丽儿。并蛮想看到，我不介意改编，反而好奇他改的怎么样了。自己看评价再说吧。虽然觉得预告怪怪的，但也许呢会很好看，也说不定。对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真人版小美人鱼的争议。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花木兰真人版的争议，以及动漫真人版舞台剧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就明晚再见喽。